要过年了，中国却搭上了这一列阴阳晋阳的失速列车，短短20天走完了世界各国3年时间才走完的进度。你知道那个染疫的压力多大吗？当人民在跟死神抢父母，但医护救不了自己，猝死在厕所里头，防疫这么艰困的时候，党委书记居然说出了可以再多死500万人，他到底在讲什么啊？北京居然还能高调举行疫情表扬大会。小玉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你到底是要表扬什么啊？坦白讲，还真的不知道表扬什么哈。话说呢，这个中国防疫专家一位叫做蔡洪流的主任哈，他就在这个访谈当中说了大白话。他说啊，中国20天就走完了其他国家3年的路哦。但事实上，他说了这个大白话之后呢，竟然中国把在这个视频上面已经完全找不到这个访谈了哈。因为其实他这段话是确实是有点讽刺。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现在阴阳晋阳，就是你该得阳性的都已经阳了啦，该死的也都死了哈，所以他就不小心讲出了真心话。好，那说实在的，那因为中国的数字，官方数字大家都不相信嘛，那现在大概都要依赖外国的媒体或是外国的这个医学报道，所以就有一个自然医学杂志，他就在预估到底中国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他就讲说，现在中国光是北京哦，到1月底的时候，染疫人口其实已经高达了92%，哎，才多久时间？哎，他们才松绑也不到1个月的时间，对，然后。整个北京多少人啊？你看，它北京差不多跟台湾2300万人差不多。你想看，如果北京市跟台湾2300万人差不多的话，92%，你算一算，差不多将近2100万人染疫耶。这就恐怖的失速列车呢？是没有错。所以你说，我就说嘛，你到底要表扬什么的？这个时候，官方光是北京，他就办一个所谓的3年疫情防控的表扬大会哦。就他这个不表扬，还有一表扬，哇，下面的网友骂成一团。他说现在是怎样？你是丧事喜办吗？无耻，丧尽天良啊！还说是坐在尸骨堆上庆祝伟大的胜利，你就知道这种表扬的方式，民众是真的无法接受。那还有一个更可恶、更白目的他是北京清大的一个中国党委书记，叫做蒋云忠。他竟然讲说什么？他说啊，再多死500万人也没啥大不了的啊！哇，他讲这样子的话，他说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说，因为中国2021年的时候是死1000万人，所以你现在再多死500万啊，那不过是增加了50%的死亡数。也就是说，原来死2个啊，现在死3个啊，区别大不大？你讲这样，你不是白目吗？所以很多人就直接骂说：“你讲这是人话吗？你根本就是人渣！”但是你知道，官方的做法也让民众寒心，他把这个所有去骂蒋云忠的言论全部都给他封锁、给他下架，所以当然人民会看不下去啦。哈，好，你说这些专家或这些数据是显示了中国现在疫情的一个惨况哦。所以现在中国疫情的一个现况是什么？我们这么形容，连续几天我们每天都讲哦，是从医院到火葬场2点一线是最灾难的现场跟移动。火葬场我们连续看了好几天了，我们回头要来告诉大家，在医院的这个抢救现场，连医人、医病、医心的这些医护人员都救不了自己啊！对，我要讲，你看多脆心啦哈！现在这个最主要是缺药、缺人、缺床哈。那先讲，其实最严重的还是中国的农村。中国农村有多夸张？他现在是1个医生哦，负责9个村。9个村有多少人？1400个人呢？只有区1个医生啊！一个医生要看1400个人，他牵手牵眼也救不了这么多人啊！重点是他他救不了就算了，他连感冒药其实有的都还没有啦哈。那所以就是说，这些医生也很感叹啊，你连退烧药我都开不出来，你不要说是这个农村的医生了，甚至现在连县级的医院，这些医生连退烧药都开不出来。资源不是比较多吗？县级你真的是要到大城市，像什么北京啦、上海这种大医院，恐怕医疗资源会比较多。但是你说县级也算大了吧？但是县级还是普遍医疗资源不足。那医生就很感叹说：“你就像打仗，你没有给我武器啊，所以你要叫我怎么救人呢？”好，我们刚刚讲说缺药就算了，你现在还有缺人哦。现在讲到说几个比较就是说真的大家这个非常为之同情的案例哦。你像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医院的护士啦哈，你看我们刚刚讲说连东3省药都开不出来，那你说医院人手不足哦。现在不止缺药，还缺人，缺人就是医护人员。我们现在先来看北京，你看这个北京的小护士竟然趴在桌上哭，她为什么哭？她说我今天已经收了20几个病人了，我从早上8点钟一路工作到晚上10点，我累到喘不过气来。你看到桌上满满的都是药，她说她到现在没有喝过1口水，也没有吃过1口饭，她饿到连胃都贴着背了，所以她已经累到受不了了。所以，哇，你听到这个哭声，
当整个上上下下，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期待你们这些医护坚守岗位，你们确诊了也得给我回来照顾的时候。确诊者希望你们来救命，那他们的命谁救啊？没错，而且他说他自己还说他是北京医院，他说他们北京医院的大夫跟护士啊，80%都阳了，你就知道哇，这些人其实是卖命在上。阳了你也不能休息，继续看病哎。没错，甚至在安徽还有一个案例哦，是一个90年后的男护士哦，他是怎么样？他因为 COVID-19 去世，他本来呢是从这个手术室被借调去急诊的这个 ICU 哦，结果呢他才工作1个礼拜。他就这个不幸的就确诊了。那确诊，他跟领导请假，领导说我们现在人手不足，你不可以，你给我来上班。结果他最后严重到什么地步？他咳嗽还带着血之后还不让他请假哦。就最后呢，他去这个上厕所，在卫生间一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而且被人家发现他死的时候，他手上还有留置管呢，就代表说他一边在打点滴，一边还要工作到最后。你看他死的时候才33岁，还留下一个3岁的孩子。33岁的护理师是应该是身强体健的，居然确诊了还不能休息，要不到半天假，照顾到最后自己居然是。他不是死在急诊室，他是死在厕所里。没错，而且他还不是只有他一个案例哦。后来呢，又被爆出来说，一个四川的只不过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哦，研究生。结果呢，他也是因为这个工作太累，又加上确诊，他心脏骤停，死的时候也不过才23岁。另外还有一个云南的医生，同样的状况也是确诊，但是没有办法休息，带病去上工的时候，死的时候是31岁。所以比比都是这种很年轻的医师、医护人员这个不幸丧命的状况。好。那你说这些人哦，就是劳心劳力哦，拼尽生命去救治别人，但是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其实就是一份微薄的加班费。那我们来看哦，现在就是不少的医院，包括广西跟江苏啊，他们的医护人员现在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是山西大同的医院哦，就有的这个医护人员他在抗议，他抗议什么？他说我们每天就是有20几岁的人不停的在跟火葬场这些人拼命，我们呢打针也没有比人少，然后工作也没有比人少，我们还要去搬这些比如说体重很重的这些人，我们什么事都做了，但是呢，我们连加班费1毛都没拿到。这个是最起码的事情。你今天要他们不吃不喝，连上厕所尿尿的时间都没有，加班费不给人家，医疗会不会崩溃？当然一点一滴在崩溃。而当官员可以轻率的说出可以再多死500万人的时候，就问了老百姓你怎么办？你看他虽然够细命，真的是很寒心。寒心的最后，我们看到中国人民居然喊出了我们怎么办？靠自己，只有靠自己去跟死神把父母抢回来，抢输了，父母就被带走了。没错，为什么现在中国会流行这句话，叫做中国和死神在抢父母？就是因为医疗人员不够，所以他们现在自救的方法呢，就是辉瑞有一种药叫做贝拉维，它是呢在这个临床试验上呢是有效的，可以来解决这个重症，可以减轻90%哦，可以避免于重症。所以呢，中国现在在疯狂抢这个贝拉维，可是呢，这个贝拉维因为中国还没有纳入医保，所以它非常的贵。它光是这个一整排药，大概要价台币是这个1万块左右啊。那就算是1万块没关系，你可以只要救命的话，大家还是很需要这个药。所以现在有不停的疯抢，所以你还可以听到很多的案例，就是说很多从外国，他们拜托很多美国的亲戚帮他从这个国外寄来，就很多的这个包裹被戳洞、被剪破，有没有？你只要上面写这个药品，你就会被直接拿走。所以他们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说拜托国外的亲戚你就先买一堆的保健药品，保健药品之后，你偷偷的把这个封膜打开，然后你把这个贝拉维再把它剪成小粒的，混入这些保健品当中。哇，我还得鱼目混珠，寻求遮蔽掩蔽，我才可以确保我在漂流的过程当中不会被拦截拦捕。没有错，因为这个案例太多了所以还要再跟一些保健品混在一起，才避免你这个贝拉维不要被抢走那即便如此呢，他们现在还有被疯抢一个，还有就是说，因为这个贝拉维非常的珍贵所以呢，以前他们过年送礼不是都送茅台嘛？哇，茅台可真贵了。对，我们送给高层8级的老板都要买茅台就现在呢，发现一堆人去香港不是抢茅台，去抢这个贝拉维所以贝拉维搞到现在，这个供不应求，比茅台还贵。
你要知道茅台人家怎么形容？是买的人不喝，因为太珍贵了，我要送给领导。领导因为我高高在上，喝的人不用买，下面的人会进贡上来。这样的一个送礼的霸主，现在居然输给了 Paxlovid。俊相，你不觉得过年送药很夸张吗？很晦气，没有，现在是救命的神仙妙药。所以现在春节送礼哦，很多的老板就说，你不要送我茅台，你送我贝拉维好了。反正他送后，我就觉得比较，但很讽刺啦。过年还要变成送药啦哈。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说，除了贝拉维之外，现在中国还疯抢一个什么叫做免疫球蛋白。这个是什么东西？免疫球蛋白以前呢，我们是专门的来治这种先天性免疫缺乏。但是你要知道，因为现在 COVID-19 中了之后哈，染疫之后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对，所以呢，有传说打这个免疫球蛋白可以让你的免疫力增强。好，那所以我们知道说，本来一支的这个免疫球蛋白打的嘛，哈，一支是450块，现在已经飙涨到5000块人民币了。所以咯，你只要不管你是正统的，或者是任何的谣言说有效，大家就疯抢。疯抢，那我就问你一个后遗症：如果真正需要这样的一个免疫球蛋白的那些患者怎么办？反而是抢不到，反而真的是抢不到，所以你真的就是排挤掉了真正有需求的人。台海3年内要出大事，类似的说法我们听了千百遍。但今天晚上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不是兵推，而是预言。这个是英国知名的神鬼先知，这个人说坏事特别准。他语出惊人，说未来3年之内，台海会发生可能是前舰互撞、战机相撞。他说台美中日俄都会被卷进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该相信他吗？我们就看共军公布的最新一段的歼20画面，还有我空军幻象2000的背章密码，神鬼先知的预言会是空穴来风吗？就像你知道说，这个帕克就称为是英国新的神鬼先知，他最近做了一些预言，3年之内台海可能突然出了一个军事冲突，然后不断的升高情势，所以这个情势如果升高之后啊，美中2台巨兽就会卷进来。卷进来之后，俄罗斯一定会跟中国站在一起，然后就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还要恐怖的一个状况。但是呢，讲到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有一件事情是最后中国会败，而且终将分裂。另外一个，为什么大家对他这么重视呢？是因为他会做一些不好事情的预言。在去年5月的时候，他就预言说，伊丽莎白女皇可能在年底的时候会离去，真的就离去了。是。然后呢，哈利王子跟梅根呢，终将离婚收场，目前是吵吵闹闹的。英国其实王室这几十年来一直担心一件事情，什么事？叫做温莎公爵的魔咒。为什么？温莎公爵就是爱江山不爱美人不爱江山嘛。是。然后最后，在整个英国这个王室，乔治6世到伊丽莎白2世，他们整个家族在当时的时候，几乎是变成了这个家族形象毁灭的一场灾难。对。然后这场灾难里面呢，所以他们非常在乎娶到的那个爱的女人是不是王室所喜欢的。那现在这个女人就是梅根啊。梅根啊，那上司是谁？为什么查尔斯王子现在是亲王查理3世搞那么久？卡蜜拉。都不是他们所喜欢的，他们很担心一个非常英国人喜欢的王子爱上了一个他们不喜欢的王妃，所以这件事情吵吵闹闹。那当然会怎么样不知道，然后也传到说，所以查尔斯王子他自己这么艰辛之后，可是他没有将心比心，还最近1月16号，英国媒体还说他打算用15亿元，希望梅根收手。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现在是王室了，扛着这个王室，温莎公爵他的伯公的那个魔咒，绝对不能再让它发生出来。那我问你哦，你刚刚一开始提到的这个英国的神鬼先知，他的乌鸦嘴特别准，讲坏事特别准。那如果照这样的话，台海3年之内会出大事，现在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吗？你会看到，在美日2+2会议之后呢，其实奥斯汀美国国防部长，这个是实战出来的国防部长，他讲的话就非常的严肃。他的严肃是什么？他去年8月4号台海那个裴洛西来之后，中共军演，他后面就警告说，中国很可能要在台海建立新常态。然后他最近讲的又不是了，他认为除了建立新常态已经建立了以外，随时有可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奇袭入侵台湾。然后这个情况，你就最近我们的国防研究院的报告里面也发现说，真的是升高情势，解放军习近平威逼台湾、封锁台湾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光在去年就是裴洛西访台之后，开始包围台湾的那样军演，共机共建，不断的已经把它绕过台海中线，成为一个新常态。到目前为止，竟然达到了8月到12月661艘次，哇！
4个月里面667架次，所以几乎平均下来每天都有3、4艘。哇，你看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呢，中国还在对内大内宣、对外大内宣，透过香港媒体是说。他们的将来的主力战机歼20，其实也常常飞到这附近来，然后呢，台湾国防部都没有发现所以隐形战机飞到台海凌空飞行了，我们抓不到它。这个东西呢，当然是第一个有一个可能真的抓不到。第二个呢，根本没有飞过来。那你会觉得是哪一个呢？因为我们国防部会公布的是什么？你穿越了台海中线，你如果没有穿越台海中线，没有来骚扰，我何必公布呢？那会不会有一个第三可能是我抓到你了，但是我秘而不宣呢？台湾其实真的也在做这些准备，因为备战才能止战。如果你不断的升高，所以我们幻象2000现在假想敌中队已经用歼20，用最高20，确确实实他们真的可以大量生产了。目前他们宣称已经200架已经投入了，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要忘了，我们几天前节目才告诉大家，幻象2000在去年年底的空战王拿下了桂冠宝座，现在直接点名了歼20要跟他捉对厮杀，因为确实，如果他要在台海上面展现他的新的空优，现在常常来的歼16啊、歼11跟我们的 F16等级差不多，所以我们会把它视为一个最严厉的状况，这这是非常可能的，而且台湾的空军就有这个传统，我们一定会用一个最严厉的状况。最近有个前空军副司令写了一个回忆嘛，讲到他的一个同学，以前的时候，在当年的时候，我们 F5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假想敌中队，而那个时候，在40年前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思考一件事情，那时候的战争逻辑还认为说，共军还是会用传统一样。占领澎湖之后，然后从嘉鹿塘那边高平平洋登陆，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建安计划嘛，建安4号计划加3啊，然后那个制航基地，所以我们的战机呢躲到里面之后，你要毕业的时候，你要做一个测验考，没有教官跟着你，你要从制航基地起飞之后，不要被对方监测，因为东部的平原可能已经被敌军骚扰了，平飞在海面上，爬过干山，将近3000多公尺。快速的爬升，快速的下去进行地面入侵部队的炸射。那当然有一个同学就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穿山越岭，你就跟那个Top Gun一样，台湾第2集一样，这种技术当时也要学会的。而这个东西你如果学不会，你不能毕业。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其实在整军精武上，我们在防止别人进攻之上也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而且与时俱进。现在当然不需要这样飞了，因为我们 F16炸射的能力本来就已经很强了。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明确的发生，现在进行式，让我们不得不严肃来看待这个神鬼先知他的惊悚预言在哪里？南海，南海这个地方会是下一个美中冲突点吗？今天，未来几天，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这里面你会看到说，2大航母战斗群就开始在那边耀武扬威，互相秀我的 muscle 比你大。然后所以呢，解放军就公布了一个山东舰的编队的一个照片，他们正在南海变成实战化的演练。然后可以看到，他一定要秀出来说，因为他们的山东舰呢，以及辽宁舰就是训练舰，训练怎么操演的部分。山东舰上面呢，它会秀出来，它的歼15呢，它号称可以放36架。所以一定要告诉你说，我的机载能力越来越强大了，然后起飞起降、空中交战给你看，证明说他们是有能力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要秀一个东西是，首先呢，它是向全世界、向美国宣布说，我现在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不是战略，战略他们在10几年前就确定了。能力已经形成，所以看到它最近的一个操演，就像你看那张图里面呢，它的飞弹可以不断的连日本的美军基地，日本可能来驰援台湾的基地，第一岛链它会打你，冲绳它会打你，红彤彤的部分是它可以进行红色暴风雨、饱和式攻击的一个状况。台湾在这个地方啊，台湾在这里，然后包含台湾的外围，如果你美军、美舰、日军来了，都会在它的红色暴风雨之下。另外呢，辽宁号为什么跑到关岛那边600海里之外去操演？我还可以阻绝你美国的航空母舰从第2岛链过来阻绝，要证明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做完这些事情，在过年前，就是新年过年前，美国马上把李米兹航空母舰打击群拿到了南海。耀武扬威，这个打击群有至少3艘伯克级，1艘飞弹保护卫舰提康罗罗加就在旁边，也演给你看，这个才叫做真正的 muscle。李米兹一来之后呢，他下水执行南海，而且李米兹是核子动力的，不像你山东舰，不像你福建，你呢在那边养能够撑几天，
你要回去补给，去整补啊！你要去整补，我就在这边，而且它上面不是只有所谓的36架的歼15，是130架 F-18，它都可以放在上面。超级战王峰130架，那我们就知道，其实美国的国力最强的象征，从2战之后就告诉你，它是航空母舰。而航空母舰呢，它又超越苏联或各国的是它的厘米之级核子动力潜艇一出来之后，几乎就是哇灭国的一个阵容都出来了。可是大家以为核子动力潜艇都是厘米之开始吧？错了，不是吗？美国真正的精神第一艘核子动力潜艇、核子动力航空母舰叫做 Enterprise。企业号，企业号在美国海军是怎么样的存在啊？企业号是在美国的历史上就代表着美国回来了，美国不被人家欺负的。他们主要的船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8艘企业号，现在正在打造福特级的第3艘，那个也是命名叫做 Enterprise， 又叫做企业号。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他们独立战争的时候，当时英国远征军的舰队大英帝国，那时候世界第1强国日不落帝国。他的远征美洲的军队旗舰叫做 Enterprise， 是被他们给俘虏了。俘虏之后，他们就非常重要的精神，这就是 Enterprise。然后现在呢，2战的时候写下企业号光荣的历史。2战的时候，他击下911架日本的战机，打沉71架日本的战舰。所以美国只要出动企业号，包含是那个13天的危机、古巴危机里面，谁去阻挡整个俄罗斯的舰队？企业号，那企业号它强大在哪里？美国的训练是什么？企业号的，你知道我们不是那时候有讲过吗？在越战的时候，美国有一艘航空母舰，上面载着 F-4，然后它们里面呢突然因为过热，然后有在装弹的时候，一颗飞弹引爆之后把整个航空母舰上面的甲板都炸沉了嘛。那炸成之后，那企业号其实在夏威夷附近也曾经有一次，在1969年1月的时候也在演练。然后不是那个整个当时的过去 F-4，然后一冲出去，尾焰很高温啊，就不小心引燃了附近的一个上面的火箭。那飞机上的火箭被引爆以后，嘣嘣嘣嘣嘣，连环爆。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当时的记录的画面，太可怕！那个舰载机还在那个地方一字排开，那个是非常大的灾难啊！那非常大了，所以呢，5寸火箭爆炸之后，连续的5个大洞，8次的爆炸声响。那你想说这个企业号美国精神就沉没了吗？就没有。他们的第一个那种真正的舰长都是万中选一，所以呢就很像美国，不管是太空梭，不管是新舰Star Trek寇克船长一样，一定就是企业号 Enterprise 的精神。所以呢，他下令逆风直飞，直死。所以要用风去把那火给灭掉，然后最后才就像你看到没有，4个小时之后火灭了，船没沉，这么耐打，这么耐打，上面炸了是8个大洞，是，但是船呢还自己有办法开回母港进行整补，这就是美国军舰。他也在为什么再重新把这故事讲出来秀给你看呢？你真的以为你的东风41可以把美国的航空母舰给打沉吗？观众朋友，要过年了，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呢，要一路冷到小年夜，真的冷，冷到连广东都下雪了。今天晚上马老师要来节目当中为我们揭秘苍茫冰雪之中极地最神秘的3大湖泊，居然暗藏成吉思汗的最大谜团呐！军相，这2天冷不冷？冷啊，冷惨了，对不对？是，我告诉你，别的国家比我们还冷，还冷。西伯利亚居然测到73度，哇！73度是什么概念？是北半球最冷的土地上面的温度。好，那既然这么冷，我们先讲冷气团一路下来到我们台湾，经过中国大陆。是，我们来看中国大陆。大家要知道，中国大陆湖南的衡山号称是神州之南最佳赏雪处，因此大家都上去。对，没想到9点半开始下雨雪啊。雨雪很恐怖，雪先结冰，结冰之后，水再下来，变成溜滑梯。哦，很滑，它变冰了。哇，你看到没有？站不住就摔成这个样子。他们不是在玩，这是意外哎。我告诉你，人体保龄球，他们现在在，而且你看这个撞到别人，卡到别人，跟着一起下去了。我告诉你，有一个男生，我真怀疑他有没有掉下去啊！一个等到这么严重，你只要看到有一个穿那个蓝色夹克的，他就这个蓝色夹克来，你看他撞
撞下去了，你不看到没有？见了，人不见了，人不见了，他撑不住了。好，你看，还把这个女的撞翻，这个女的撞翻之后，躺在雪地上抽搐，啊，这么严重啊！都是故意的。你看，现在抢救她，她被撞翻之后一直在那边抽搐。好，现在在这个横山有一句话：上山2小时，下山5秒钟。哦，就是用滑的，是用滑的，是，而且不管你愿不愿意，一滑失足下就下去了，看着都痛哎，看得真痛。所以你看到没有？你看这个最可怕了，你知道？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一个雨雪是最可怕的，对，雪圈下结成冰，上面再铺成水，你想想那是个什么程度？好，连广东都下雨雪。广东不是很温暖的地大家看方吗？这是广东的清远连山金子山，这是风景区哦，很多人去哦，看到没有？很多人去，看到没有？广东下成这个样子哎，广东纬度比我们稍微高一点点而已，真是冷啊！对，台湾的这个渡海来很多广东来，广东会冷成这个样子，是，而且你看遍地都是雾凇，都是白了头，所以广东已经发了红色警报，它平均温度已经低于10度了，刹不住。好，那当然，现我最有兴趣的就是日本的立山黑部。你知道立山黑部现在大雪到什么程度？多大？超过20几公尺。哦，积雪这么高哦，20几公尺。是，他把整个立山峡谷都埋了。但是现在禁止入园的时候，假如现在可以把它，你看，这是立山最有名的冰墙，看到没有？是，如果你现在，它是4月15号才开放，对，4月15号才开放，那冰墙已经是非常宏伟了。对，你想想看，如果现在去开个冰墙，那是个全世界看不到的奇景。但当不敢限制开冰墙，就是埋都把你埋在里头了，因为现在的风雪太大，所以我相信今年雪这么大，立山黑部，全台湾旅行社都已经摩拳擦掌要看了。马老师刚刚提到了世界上最冷的地方，在那个-70几度的西伯利亚，到底可以冷到什么程度？我一直等着看呢。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地方，最冷的记录是雅库茨克。雅库茨克你知道多少吗？71.3度。哦，人我不知道零下71.3度人怎么住。好，在雅兹库克，你看它的鱼全部都立起来的，鱼应该是躺下去的，是它应该都立起来了。我跟大家讲，看雅兹库克本来它71.3度很冷，对不对？对。但是因为最近温室效应，对，雅兹库克已经很久没有高于零下45度了，是就还好。你知道今年1月冷到多少？超过负62度。哦，那真也是冷到爆。超过负62度什么意思？雅兹库克1947年到今天，已经没有冷过62度以上了。哦，将近80年呢，76年。对，好，它不只是鱼列起来，我要跟大家讲2个有趣的事情。第一个，雅兹库克是全世界手机耐寒最好的试验场。对，手机就是你到那边去，你的电池蓄电就不行了。对，一拿起来蓄电就不行了。那有的手机做耐寒，有的手机做不耐寒。你知道什么手机在雅兹库克能活下来？没有一个可以活下来，活比较久是三星。哦，是闪送。我刚才讲 iPhone 啊，如果你在室外一拿出来，没有到30秒，当场挂电，不到30秒自动关机。第二个，我告诉各位，你如果在雅兹库克开车的话，是，你不能熄火。熄火怎么了吗？再打一次啊！你一熄火之后，你这车要到夏天才能开了。啊，它里面所有的油、所有的水都结冻。哇！那你一直开到才能，你只有2个方法，一个就是等到夏天它融化你再来开，第二就请师傅来帮你热才能够开。好，所以雅兹库克世界最冷的地方。好，那这个时候最该去的地方，什么地方？最该去哪里？世界上最美的湖——贝加尔湖啊，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各位看，哇，贝加尔湖是世界上唯一蓝色的冰，不可思议，整个蓝色冰。大家要知道，贝加尔湖是世界最大的淡水湖，对，它淡水储量占世界淡水总量的1/5。哇，20%都在这儿了。它比台湾还大很多，它630公里，台北到高雄才300多公里，对，宽80公里，是。好，它这个
最深的地方1600公尺，可怕，可怕装那么多水。各位有机会一定要到这边。当然，你要坐飞机到这边是蛮辛苦的。是，好，还那个我记得有个旅行社，他到北平去转机，是，然后再飞过去。对，好，我来跟大家讲，游这个地方最好的方式就气垫船。气垫船时速可以到100公里。是，好，这个可以载8个人，但是危不危险？危险。哇，你看看它又挂在这个甩尾啊，还甩尾，因为它冰太滑。是，而且我告诉你，但是这个气垫很容易被戳破。对，你戳破很危险，你看到没有？你就回不去。天暗了，不是它可以它上面有可以补的。是，但你一补之后，天暗了之后，对，苍茫大地，视线不佳，是最厉害的价值都带不回去。对，好，最可怕就遇到冰裂。冰裂是什么？就是说，你看它那个冰跟冰挤压，啪一下会裂开。对，裂开之后，冰裂是很美的，但是气垫船最怕就是你遇到冰裂。好，马老师告诉我们这个画面怎么回事？这怎么来的？这就冰裂，它挤压之后冰裂，对，冰裂。那这个美的这些东西叫冰花。好，看冰裂，然后旁边是冰花。是，好，所以到贝加尔湖现在是最美的时候。是，而且我告诉你，你知道俄罗斯最重要的酒是什么酒？伏特加。伏特加就用贝加尔湖的水做的。哦，所以是到贝加尔湖对湖最大的敬礼就是凿个洞，把伏特加倒进去，然后在冰上喝伏特加，啊，美到不得了。好，那既然讲到究竟今年1月冷到什么程度，可以冷到多冷？我要跟大家讲，有史以来从来没结过冰的湖，今年居然结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结冰了。吉尔吉斯的伊塞克湖，那个地方不是也很冷吗？伊塞克湖叫做热湖，因为它不听这个名字。第二叫不冻湖，是。各位看，从来有史以来没结过冰的伊塞克湖叫热湖，叫不冻湖，现在结冰了，多可怕！好，这个湖为什么不结冰？是因为它的盐分太高啊，盐分太高，它不可能结冰的。对，吉尔吉斯你知道现在这个多少度了？几度？零下30度，从来没遇到过。是零下30度，它上面还有哈萨克，不结冰也难了。这个低温，所以不结冰。我告诉你，玄奘到西天去取经的时候，有经过这里。哦，结果说这是个不冻湖，所以玄奘叫它什么？叫热海。热海是不可能。玄奘说湖里边有海怪，有怪物。湖里有海怪，有海怪。对，他在那个西方取经记里面有写哦。好，这湖我应该跟大家讲，最有名的是什么东西？中国历史上关于墓有3大谜团。第一谜团，秦始皇墓怎么样？挖不得。对。武则天墓碰不得。对，是有诅咒的。是。第3个，成吉思汗墓找不得，找不到的。对，好，现在就有个传说说。成吉思汗的棺木在伊塞克湖湖底，为什么会在这里？因为说他当年死的时候，他的属下把他装在巨大的棺木里面，跟他征战得来的珠宝钱财都丢到这个湖里面去。哇，那多少人会闻风而至了？对啊，所以第2个还说下面有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一个阿美尼亚的这个圣地，里面有基督教的圣物在里面。哇，太神秘了！那你说马老师，既然这样的话，大家都去挖宝啊。是，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第一个，它在1609公尺的山上，它是世界上最高的、最深的湖。它的湖深702米。哇，702米是个什么概念？台湾海峡平均多深？50米。是台湾海峡平均50米，它702米，就你把台北101放进去都还不够还不够。第3个，我跟大家讲，它的湖宽整个面积6000平方公里，哇，这是什么概念？超过香港6倍大。是。好，你从哪里找起呢？你对，第一个我跟你讲了，它很大，香港6倍大，它又这么深。是。最后一个，我刚刚讲了，它为什么不结冰？对，为什么？你说盐分很咸，盐很咸，对，很咸，它就不容易沉啊。死海不就是个概念吗？对，所以
号称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宝物，是成吉思汗的棺木都在下面。是，但对不起，没人找。还有一个吉尔吉斯也不让你找，它是吉尔吉斯人的母亲湖圣湖。对，为什么这么圣湖？我要最后跟你讲这，当年他们这边原住民跟另外一族打仗，打仗的时候他们败退，对，败退就往山上跑，对，一跑到伊塞克湖，是，突然之间看到整个湖，心情平静下来，战败的恐惧不见了，战败的压力不见了，战败的不安不见了，全部都跪下来了。一跪下来，他们不怕了，敌军就来了，一看他们跪着，不要杀他们。敌人一看那片湖，戾气不见了，被震慑住了，凶狠不见了，把刀剑放下来，双方在湖中握手言和，被伊塞克湖给折服了。哇！所以成吉思汗有没有在里面？基督教圣物有没有在里面？它为什么会发出这么神圣的力量？这个伊塞克湖有史以来第一次结冰了。过完这个年呢，还税于民，每个人普发6000块，哇！大家等着，为了抢攻这1400亿的庞大商机，今天晚上要来告诉你，杰明到底这个百货商机有多大，大到这个战场还可以容下更多的百货新势力。我们一个一个带你来看到，居然三井 Outlet 现在也要插旗百货，居然过去街边店起家的宝雅更猛，直接杀进了世界1等1的百货一级战区信义计划区。解封后的百货公司的商机有多甜呐？我们都知道台北车站哦，大概1年有超过400万人进出啊，这是一个庞大的商机。那早期呢，你在 K 区有大概5000坪的这个范围里面呢，主要经营厂商就是诚品，但诚品呢已经决定哦，它不再经营了。现在有一家公司把它接下来，就是东森购物。我没有说错哦。东森购物，你听起来，不就是那个在电视台、在网络销售的吗？结果你知道，王立明说了一件事情，他惊悚大家，他说：“对不起哦，现在网络这个生意哦，已经死亡交叉了，从这个所谓的虚拟世界线上呢，转成所谓的实体，这是一个大改变。你知道王立明为了做这件事情，他下了什么决定？我们知道他在中和有个旗舰店，那个旗舰店主要是做这个电视的这个广告销售嘛。对不起，他把它改装了。”里面有宠物，里面有全家，里面有他最强的这个美妆摆出来。我的天哪，他就是跟大家讲一句话：这个时候你该改变了。所以本来你是在网络上挑我的货，在那边当剁手族，不用了，你到我这家店里，实际就让你看到了。是的，那现在你要去的 K 区就是放大版的综合区。好，当然你最厉害的事情是我们说京站哦，我们知道京站其实生意真的很好哦，人很多，可是京站呢一直都留在双北哦。最近喊出一个消息啊，他冲到桃园。我们知道桃园有个艺文中心啊，就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的这个艺术馆。他要做什么东西呢？他提出了4大要件啊，其实蛮像那个微风啦哈，就是时装去油，就是你有油的、游戏的，也可以有趣的，也可以吃的，也可以装的。好，那这个时装的，这是个大事情哦，因为它是这个桃园艺文中心里面最大的路边店，也是复制了这个所谓的台北这个京站哦。可是回来说一句话，其实我说真的，真正决战点呢，恐怕还是在百货跟Outlet之间的一个战斗。我们知道过去这3年，其实就从2019年、2022年到2021年，其实百货业一直停滞在整年的销售在3000多亿元。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在2019年那年还没有进入疫情的时候呢，整个百货业的销售额是3400亿，之后都掉下来。真的很辛苦，但是没有想到呢，在去年只光前11个月哦，就做出了3537亿元。哇！所以解封了，百货公司的商机就猛虎出匣，刷卡金额创下了3.4兆元。哇，这个数字都是台湾没有的数字，太可怕了。好，那当然这个情况就让大家很兴奋哦。那我要知道3537亿的前11个月数字多少呢？其实跟之前比呢是成长了大概15.8个百分点。但是呢，你要知道，其实最恐怖的应该是Outlet。我们刚才讲说百货公司成长多少呢？成长了15.8个百分点。对。但是你知道Outlet一口气成长多少？成长45个百分点。其中最恐怖的事情，就刚才讲的所谓的我们这个三井不动产在台湾3家Outlet，哇，它吃上甜头了。它这3间开完之后，还要再去开另外的4、5间商场。那你知道，它一出手，那可就不是小事了。它最近的出手在台中了。等会谈这件事，因为这台中的大事。那为什么要出手在台中？大家很好奇嘛，那你知道我们其实百货业啊都喜欢摆
摆这个比哦，单店好，第一名叫电王嘛，第二名叫店后嘛。对，那一般来想说，你说店王跟店后，一定想到是台北嘛，信义计划区的某两家，对嘛，两家都应该在信义嘛，对不对？台北市是首善之区，答案不是，在哪里？台中。两家都在台中，而且这两家店非常近，都在七期。哇，为什么？一家做了245亿，一家做了203亿。台中人怎么消费力这么强？哦，开玩笑，台中你知道吗？去年整个百货业的销售数量是多少？是超过了700亿元呐、答案是多少？790亿元。我们刚才讲说百货业加起来是3537亿元哦，台中就做出了790亿元，你说厉不厉害？厉害。但是对不起哦，它的胃纳还在增加当中，因为消费力太强了。所以呢，这一次呢，三井已经在那个台中港附近已经有 outlet 那生意已经好到不行了嘛，成长率飙，它对不起，直接锁定在台中火车站的后面，然后盖2层楼，坪数超过10000坪以上，而且有南店跟北店，你知道吗？更可怕的事情是为了这个事情哦，他们1月17号就是今天要开幕了哦。你知道台中市的这个交通警察局非常紧张，台中市交通局非常紧张，因为怕什么？怕到时候从台中火车站你要到这个我们说这个新的三井的店哦，恐怕人潮会逼到大家受不了。因为呢，这一次是把日本最著名的商场全部转移到里面，也就是说你不用去日本了。你想要知道日本的所有好的店、好吃的店，这个地方都有出现，里面超过15000坪啊，先开幕了，那只是南店哦。北店还没开啊！哇，所以今天 Outlet 赚不够，今天还要来插旗百货。今天过季商品赚不饱，继续要去赚新季当季的商品。这个是三井的布局。我们回头离开台中来看看，0.5平方公里拥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百货公司的信义计划区。我们要来告诉大家，信义计划区从2023年开始，整个大洗牌，百货新势力脸孔一个冒出头，让我们最吓一跳，居然是这一家。宝雅杀进来了。好，我们在讲宝雅之前，一定要先铺一个梗，因为呢，宝雅的出现呢，其实对一家厂商非常的有压力。答案叫统一。统一一直自以为是百货业的龙头，对不对？那当然，它不能容许它所旗下的建筑物或者商城业绩不好。好，当然最近重要的事情是，诚品原本占有的是在信义计划区里面的统一的大楼，结果它被踢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单店成绩太差了，不能做让哦，让星光三月跟这个所谓的微风广场独占这个最精华的地区。我要先预告大家哦，如果诚品不见了，换成统一进驻的话，这个地方生意还会飙起来，因为生意这样子，越多店聚起来，人攻得越剧烈哦。所以呢，换个角度，将来大家有新的选择，不是微风，也不是星光三月，可能是统一自己的这个百货公司。但统一早就有自己百货公司啊，在高雄你就知道去统一这个旗下的这些百货公司来做游乐嘛哦。而且你要知道哦，这次出手操刀的人不是别人哦，是董娘哦，是董娘高小姐自己出手了。高小姐现在以所谓的统一美妆店出发，那当然这个市场就会看得很激烈。好，你刚才讲到就是我们说的宝雅，对不对？这为什么让统一芒刺在背的是后有追兵的这个宝雅？宝雅居然杀进了信义计划区，开什么玩笑？宝雅曾经它业绩比全台湾的便利超商的总和还增加，它的单店获利会是康士美的3倍，而康士美是统一集团里面最重要的药妆店。那你觉得统一会不难过吗？难过呀！而且现在你说哦，这个没关系，统一说我有很多的超商，但问题是你的超商面积这么小，人家宝雅面积每个开瓶直接讲一句话，我们有去过宝雅嘛？那个架子一排让你就走得很爽。你知道曾经说过一句话，你在康士美找不到东西，你可以在宝雅找到；你在 Costco 找不到东西，你可以到宝雅找到；你在台湾大润发你找不到东西，你可以在宝雅找到；你可以同样的单品，它在宝雅里面可以找到3、4样。那你知道这是宝雅的厉害的地方，而且重点是什么呢？重点事情是它现在的展店已经超过350家。我跟你讲，去年台股不是大跌超过30%吗？但你如果抓到宝雅，你在去年6月份抓到宝雅，恭喜你啊，你大赚了将近60-70个百分点，从300块直逼500块。所以最近不知道发6000块吗？我听到笑声了。
我听到宝雅的老板们是在大笑了，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大家都以为宝雅，因为宝雅最近除了它的这个宝雅这个正店之外呢，它最近做一件事情，这件事非常了不起哦。其实我们知道，百货公司也有宝雅。你想说，你这些做杂物，你到百货公司干嘛？它本来不是街边店嘛，然后从3线、2线包围大都会，已经够猛了。然后街边店又要进军百货，问题是你卖内衣裤、卖这种小的这种装品，你去百货公司干嘛？不对。他为了进军百货公司，他跟 Maybelline 就是美国最大的一家美妆品合作，直冲这个主要的百货公司。现在先去这个 APP 否放，之后可能在百货公司里面都看到宝雅这个美妆店，这是有备而来的哦。因为它里面卖的就是我们知道，其实 Maybelline 的产品线呢价格算是合理的，但是它的特质就是量大，而且它效果很好。不得了！如果他今天再用美妆店进入到百货公司的话，业绩要翻哦。但是你知道有多可怕的事情吗？事实上，你讲说像这种美妆店毛利率应该不会太高吧？对不起哦，其实你知道它毛利率呢？第一个，我先说它现在股价已经超过台积电了哈。要先说一下，它股价超过台积电。好，第二件事情呢，它的这个市值呢也超过统一集团了哈。那这个统一人要哭了哈。那第三件事情，它毛利有多高呢？科技业比科技还高，它毛利高达42.8个百分点。你说它怎么办到的？对不起啊，我就是店多啊，我成本压低啊，我的这个效率高啊，而且重点是我先跟国际品牌合作，甚至你知道日本有厂商来台湾了，要了解宝雅为什么成功啊，要了解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零售市场，第一个先拜访的就是宝雅，他们吓到了，原来这个地方你可以这么做，原来我们日本东西到这边会卖这么好，你就不要说什么，只光那个女生的内衣裤啊、袜子啊，就可以占业绩的18%，你知道什么叫8%？因为它营业额是200多亿哦，18%就是说它可以做到40-50亿啊，卖内衣裤做到45亿，你怎么办？所以它这个成功性呢，基本上让统一盲被再次，怪不得统一说不行，我要杀回信义区，拿回我的品牌，要不然宝雅在后面都是台南来的，吓死我啦！我们继续来看啊，学恒，是现在党内网军在带风向，说真话的通通变败选的战犯。请问你，党主席跟不跟？哎，我告诉你，不止党主席跟不跟，党主席还没就任，《金融时报》就出了一篇 Financial Times 的这记者是非常资深的驻台记者，他忽然之间出了一篇。赖清德的务实台独路线，美方担心会造成美中关系的新火花。哎，什么时候不写？他上任前才差几天上任，给他一个祝贺大礼，你觉得这是巧合吗？哎，这个听起来毛毛的。小英的817万票，美国帮了多大的忙啊！现在已经告诉你，我不放心，那他怎么选？哎，我跟你讲，刚好跟苏贞昌最近的举例有关。苏贞昌说自己是袁崇焕嘛，那当今圣上不就是崇祯吗？崇祯有一句话说得好，朕非亡国之君啊，臣皆亡国之臣，一直说拢是恁害啦。所以现在台湾全面性开始了一个内除国贼的动作。你看这个事情，我看了都笑了。这个螺蛳粉哦，坦白讲，我才吃过2次而已。它的这个包装呢，是一个很奇怪的行销，叫做土味情话，就是怎么样用一个很老土的方式跟人家聊天、搭讪、表白。所以它上面写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4舍5入一下，你就是我的人。那这个东西是土味情话的一种，没想到激进党发现了，如获至宝，说嗨呀，这统战啊，太可恶了。结果王美花出来之后，王美花说什么？他说哦。不是因为统战的原因，是螺蛳粉本来就不能进口。哎，你等等，过去2年的时间啊，你看卖什么李子柒的螺蛳粉啊，卖什么这个广西的螺蛳粉啊，柳州的螺蛳粉，摸西呢？你去看虾皮、PC Home、Momo 全都有的时候啊，过去2年在干嘛？你今天才知道他走私，然后这个巧巧的运进来。那我们这样讲，那关务署在干嘛？经济部在干什么？结果查来查去，发现不是人家统战，而是你失职、啊。海关睡着了，结果现在我们仿佛大梦初醒。哎，你怎么搞统战到我的舌尖上来了？好了，那每次我们要讲当承接亡国之臣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应和。哎，这一次
曹老伯伯曹兴诚出来讲啊，我们现在应该要内除台奸，外拒中共啊。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边呛一边说，那我们所有关公信徒应该要团结在一起。我想说你要内除台奸，你找一个中国神干什么？但是不管，因为要内除台奸，现在全面性无差别的猎杀，爆料公社过去就是一个爆地方上的料、餐厅的料、车祸的料。结果现在直接一堆台派说，我告诉你啊，他中资啊，我们查来查去发现香港也有一个投名公司中资。结果经济部投审会啊，因为太多人去检举了，经济部说，那我们查了一下，发现没有啊，最终受益人都是台湾人，只是他公司开在开曼群岛而已啊，直接打脸。换句话说，不要抓到一个疯狂的地步，猎巫猎到疯狂，最要不得。还有要猎什么？猎战犯。91败选到现在这么久了，到底有完没完啊？居然监委瑜轮番上菜，这次杀向谁啊？我先这样讲，猎战犯就猎战犯，反正民党内斗最好看，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我先从被罢免的王浩宇开始讲。王浩宇被罢免之后，大杀四方，特别讲说，王世坚的爸爸是一个共谍，他还出卖了他的朋友。结果他脸书怎么写？是王雪红带王世坚爸爸加入共产党的，扯什么啊？有没有读书啊？我跟你讲，坚哥听到都笑了。王雪红做手机做得好好的，你把他拉过来变成共产党，我先这样讲，读书好吗？王浩宇是谢雪红，也不是雪里红哦。好了，内斗已经斗到变成一个笑话，甚至还有专业人士出来平反，说那不是王世坚爸爸，但我们就不管了，反正现在民进党内斗完全不计切代价。我告诉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宁与外人，不与家奴。我今天觉得你监委瑜都是家奴，我一票也不要给你。好了，做什么？徐国勇啊，跑出来主持一个节目，不是叫做全国第一勇，很勇，对不对？但是他之前离职的原因是因为都不舒服啊，我气喘啊。好了，没关系，他离开之后果然特别勇，他竟然公布了何志伟门口的监视器的画面，那是立法院的机密耶。我们这样讲，你不要跟我讲说只有何志伟啦，王定宇、陈亭妃、民进党的其他立委，有没有人送往迎来啊？有没有各种各样利益团体进进出出？那个监视器可以随便拿出来公布吗？当然不行。立法院已经说了，这画面显不该外流。一个已经离开位置的前内政部长徐国勇，他怎么拿到这一段画面，拿到节目上去爆料的？而这个爆料的目的，居然就招招剑指何志伟。我们先这样讲哦，这是何志伟门口的。那你其他的人，就像我们刚刚讲，其他立委有没有？是不是也会这样随便外流？哪一天蒋万安以前门口站的什么人也拿出来用话？这是立法院很严重的内鬼问题，所以第一个，立法院要不要处理？第二个，有台做节目的人都是老资格的人啊，今天前部长拿出来用的时候，你难道不会觉得，这个 NCC 会处罚，这有问题吗？但是最后竟然一路绿灯过了，播出来，何志伟说：“我一定追究到底。”从今天开始呢，天气要一路冷到小年夜。我们今天晚上就来看到白将军发威之下，连广东都下雪了，甚至西伯利亚最神秘的热海，过去全年不动，居然现在也结冰了。今天明光告诉我们，这一片热海底下为什么还藏着成吉思汗巨大的谜团呢？哎呀，正式休假了，很多人都想要出去玩，对不对？出去玩，冬天哇，天寒地冻的，哪边最好玩呢？目前来看的话，有一个地方大家一定会在想，今年要不要去立山黑部看一看哦？那今年呢，整个日本的旅游局已经确定了4月15号来开立山黑部哦。立山黑部人生有空真的要去一趟，为什么呢？它在日本的一个北路哦，冬天的时候从10月一路下雪下到4月，所以它是冰封半年哦。那冬天不能去，太冷了，也太危险了。但俊相哥，你知道吗？它最神奇的地方是鬼斧神工。它在要开山之前，前1个月，所有的挖土机听好哦，是挖土机挖呀挖呀挖呀，
往下一挖要挖多深呢？最深要挖到20公尺深。所以呢，你进去玩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夸张哦，多夸张呢？那个宛如是游览车就在冰堆当中慢慢的一个前进哦，而且很多地方是宛如仙境一般哦。所以呢，立山黑部今年确定要开了，而这个地方呢，真的很漂亮，它位在长野县跟富山县的一个交界，人生去一次真的挺不错。好，我们现在来看哦。湖南有个地方是衡山哦，这个衡山呢，最近呢号称神州之南最佳赏雪处哦。可是呢，最近呢发现了一个现象也挺怪，为什么呢？一来真的地方太漂亮了，所以呢所有的树上全部都结满了雾凇哦。可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好怪哦。怎么会大家在那个地方都在那边地方溜滑梯、翻跟斗呢？请各位注意看哦，因为它本来是一条上下坡的道路，那很多人呢他就慢慢的往上爬，可是路实在是太冰啦，所以很多人呢不小心他就会跌倒。不小心跌倒了也就算了，有些小朋友是说，哇，那这个地方干脆就当溜滑梯玩好了。结果呢，玩一玩呢，想不到最近出事了。出了什么事情呢？原来有些人他就往下溜的时候呢，居然有一个人他被撞到之后，原地转了一圈。各位，你可以发现他在地上一直在抽搐啊。那在抽搐的时候，先跟各位说，第一个，当地天寒地冻；第二个，那边是游览的一个圣地。其实仔细看，那条路很狭小，游览到底救护车能不能够上来也不知道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玩归玩哦，真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可是我们看到那个女生在那边抽搐哦，真的是让大家惊吓一场啊！哇，看到这个画面，真的是希望他们最后是都没事。天气冷成这样，绝美的一个美景背后也有致命的危机。冷到什么程度？冷到连温暖的广东都下雪了。正常来说，在北回归线以南是不会下雪的，所以广东不会下雪。可是这次的天气呢，地球的北极的一个负震荡真的太厉害了，广东一夜白头。那这个一夜白头呢，有一个风景区叫清远哦，清远连山金子山的一个风景区呢，居然整个雨水冻成了一个美景，整个广东人说，哇，今年真的是赚到了。为什么呢？原来啊，过去广东人要去看所谓的美景的话，要么去日本，要么去韩国，甚至于要到东三省哈尔滨去看。但今年呢，各位仔细来看，这个可是位处于国境之南的一个广东哦。广东目前皑的一个大雪，目前来看的话，这一波的冷气团真的是够强。但谈论到冷的部分的话，各位你们知道全世界最冷的地方是在哪边吗？我知道。西伯利亚没有错，这个地方叫做雅库茨克哈。雅库茨克这个地方可神了，为什么这个地方可神了呢？这个地方一年有8个月都是冬季哦。年均温先说，他们的年均温在零下50度，所以他们的小朋友呢说，什么时候可以太冷了不用去上课呢？各位要超过零下50度才可以不用去上课。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天哪，零下50度要怎么过？这个还不是最低温哦，它的最低温呢可以达到零下71.2度，这个71.2度零下呀，没有错。所以呢，当地就出现那种很多很诡异的一个现象哦。例如说，我们现在谈几个特别的，我们现在来看鱼市场哦。这个鱼市场，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哇，那个一条一条的鱼都站起来卖，对不对？他都在卖咸鱼吗？点扣扣吗？那个不是咸鱼，那个可是新鲜鱼货。鱼刚从湖里，鱼刚从海里一捞起来，它马上就被冻成了硬邦邦的一个所谓的冰棒了。可是各位你不要看哦，雅库茨克人他们吃鱼怎么吃，你知道吗？这个鱼把皮剥掉之后，鱼肉卸下来，那么他们有出现全世界最诡异的现象：客机降落之后呢，起落架跟轮胎要包棉被。真的要包棉被，为什么要包棉被呢？因为那个机油零下50度会把机油冻住，那个起落架的时候不能够伸缩，所以呢，飞机一降落，全世界唯一飞机包棉被的就在雅库茨克，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那既然你说到全球最冷的地方西伯利亚，我们就来继续来看看西伯利亚的冰雪奇缘。说也奇怪，居然都跟美丽的湖泊相应而生啊！在整个西伯利亚当中，各位都知道，西伯利亚平原往前延伸非常非常大，300多平方公里，几乎跟整个印度一样大哦。但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先来看整个俄罗斯在整个西伯利亚南方冬季最美的一个湖泊，叫做贝加尔湖。贝加尔湖可是不简单呐，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蓝冰的故乡。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蓝冰？为什么会叫蓝冰的故乡呢？简单的说，第一个，贝加尔湖长度最远的地方高达700多公里，宽度最宽高达80，可是重点是水深。
它的水深最深高达1600公尺，所以它是全世界淡水俊相哥20%，1/5地球淡水都在这边，而且那个地方能见度奇高。可是刚好跟各位说，这在哪？这在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冬天一冷，它上面的冰一结多深呢？它的厚度可以高达1米到1.5米。可是呢，这么漂亮的冰，在整个空中空光线的折射之下，蓝色一片啦，不是白的哦。它是蓝色一片哦，所以好多人说，哇，这个西伯利亚真的是所谓的蓝冰的一个传奇。而且这个蓝冰的传奇最诡异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它居然会唱歌。什么叫会唱歌呢？很多人都说奇怪，在整个贝加尔湖玩，为什么都会有那种啪啪啪啪啪、蹦蹦蹦蹦蹦的不同的声音呢？为什么呢？刚好跟各位说，它最深的地方达到1600公尺，可是很多地方也很浅，所以呢，它的整个温度，包括了整个压力都不一样。那冰各位都知道，冰一起会怎么样？膨胀，会裂开。所以很多人去贝加尔湖特别一趟路去看什么？你知道吗？冰裂。它那个冰裂出来之后呢，整整一长条漂漂亮亮的，而且呢，2个蓝色中间就突然间断开。可是刚好跟各位说哦，这么大的一个湖怎么玩呢？坐车玩也可以，但现在呢，最流行的玩法是什么呢？要坐气垫船。这个气垫船呢可不得了，为什么呢？气垫船的时速最高可达到100公里，为什么要这么快？刚有跟各位说，你看到气垫船在上面甩尾头文字 D 耶，没有错，而且呢非常的惬意，各位可以说非常惬意。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湖真的是够大嘛，它包括长，包括宽，各位几百公里乘以几十公里耶，所以呢很多的气垫船都在上面玩哦。真正厉害的一个游客呢，下去的时候他会跟你说，脚上一定要带着那个冰爪啊。为什么一定要带冰爪呢？上面都是冰，我们正常人下去，可是连站都站不住啊。好，看过了这一座神奇的湖泊，蓝冰碎成一片，美极了，鬼斧神工。来看这个，可以说地表最神秘的一座湖泊——吉尔吉斯。它明明叫做热湖，有人叫它热海，终年不结冻的，这个冬天居然结冻了。对，吉尔吉斯，先来谈这几年的吉尔吉斯哦。吉尔吉斯最近在中国可是红得不得了，因为它有一个超强的 slogan， 叫做李白的故乡哦。吉尔吉斯它是一个高山国，所以全国平均都在1500公尺以上。所以呢，这个地方一来，先说这么高的山，水流进来有地方跑吗？没有，所以他们的湖泊呢盐度特别高。那各位去想哦，盐度高容不容易结冰？不容易结冰啊。所以在吉尔吉斯呢有一个湖，它叫做以塞克湖哦。这个以塞克湖，当地的人有人说它叫做热湖，也有人它叫做热海。为什么呢？没结冰过啊。刚有跟各位说嘛，我这个湖这么大，我这个湖的盐度又这么高，怎么结冰？但今年各位零下30多度啊，居然出现了有史以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现象，居然湖面结冰，整个湖面结冰超过1.5公尺。所以呢，在这么高的一个海拔、这么高的一个咸度的情况之下，居然出现了这么吊诡的一个现象，各位就可以知道今年有多冷了哈。但这个湖呢，其实最美的是它有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是什么呢？好多人到现在都还找不到成吉思汗的一个墓地哦。但据传呢，成吉思汗的墓地有2个，一个是在整个蒙古，被大家用脚踩都踩平了；另外一个在哪边呢？就在这个以塞克湖的湖底。据传当时呢，成吉思汗他在打遍全世界的时候，突然间身亡了，所以他的部下把成吉思汗的遗体跟很多的黄金珠宝埋在整个石棺当中，把它给封起来，用船再到湖的中间往下放。往下放完之后呢，很多人就说这到底是真是假呢？俊相哥有趣了，最近居然有人就在这个湖的湖底当中找到了元代当地的一个遗址，所以呢，就整个遗址来说的话，有找到，但证据呢还在一件一件的拼凑当中。想不到终年不动的一个热湖，今年太冷了，动了起来，但想不到在湖底下居然可能会有成吉思汗的坟墓啊！邀请您一起加入57爆新闻会员，跟俊相一起挖真相。